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两党候选人都在跑行程拉选票，背后的金主们也加码砸钱下注。继亿万富翁马斯克扬言每天向一名特朗普支持者派发100万美元后，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近日被曝向哈里斯秘密捐款5000万美元。哈里斯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3个月以来，吸金能力为何远超特朗普？ 据美媒22号透露，微软创始人、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已经私下向一家支持哈里斯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了约5000万美元，约合3.56亿元人民币。虽然盖茨目前没有公开支持哈里斯，在回应置评请求时也没有提及捐款事宜，但在声明中指出：“我支持那些明确致力于改善美国和世界医疗保健、减少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相对而言，这更符合民主党阵营的价值观。 有了解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知情人士表示，盖茨与哈里斯的关系并不深厚，但他对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7月底，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盖茨曾对他做出积极评价。I think it's great to have somebody who's younger who can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AI and how we shape that in the right way. I hope the new government. Is one that cares about our allies, cares about climate. Right. It doesn't fit the description of Donald Trump, what you just said. No, I mean, so, my individual vote, you might be able to predict, but I'm not saying to people that I'm a political influencer. 外界认为，数十年来一直与美国政治割席的盖茨，此次捐赠将表明他以往的政治捐赠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盖茨此次在对媒体的声明中表示，这次选举不同，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最脆弱的人们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据透露，盖茨的捐款流向了一个叫“未来前进”的组织。外界认为，盖茨这一笔巨额捐款可能在选举后期资助该组织发布反特朗普广告。虽然比尔·盖茨本人是首次为哈里斯注资，但其前妻梅琳达早就向哈里斯集团捐赠了1300万美元。而盖茨的2个孩子菲比·盖茨和罗里·盖茨也是哈里斯的支持者。 巨额捐款入袋，哈里斯的超强吸金能力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到目前为止，支持哈里斯的亿万富翁有81人，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翁仅有50人。而且在过去3个月里，哈里斯筹集了近10亿美元，超过了特朗普从去年年初以来筹集的全部资金8.94亿美元。 上个月还有10多位亿万富翁联署了一封支持哈里斯的信。从这些捐款人的背景来看，科技、医疗保健和可持续发展类领域是最有可能从哈里斯获胜中受益的板块。 有分析认为，尽管哈里斯的亿万富翁支持者更多，但许多人选择做旁观者，而特朗普的强力支持者世界首富马斯克则是更加亲力亲为。马斯克的拉票方式就是用钱狠狠砸向摇摆不定的选民。此前，马斯克宣布，他将每天随机向一名支持特朗普政见的摇摆州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直到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目前已经产生了3名幸运儿。So,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Oh my gosh. 对此，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是在美国公众眼皮子底下搞腐败。Donald Trump has already promised that he would put Elon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oversee the businesses that Elon runs. So, in other words, Donald Trump, in front of the ey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s promising corruption. That's what he's promising you. 除马斯克外，金沙集团创办人阿德尔森的遗孀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美国航运公司 Uline 总裁尤莱因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3人累计向特朗普阵营捐赠超2亿美元。尽管金主们纷纷发力，但特朗普和哈里斯的选情依旧焦灼，相差都不到民调误差范围的3.5%。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全国平均民调中仅领先特朗普不到1%。特朗普虽然在所有的关键摇摆州领先，但与哈里斯差距很小。 23号，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海峡两岸400余人出席开幕式，其中200余位台湾文化界人士出席活动。峰会围绕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挖掘中华文化宝藏、打造中华文化软实力而展开，以文化为媒，促进两岸民心相通。 峰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时表示，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以和为贵，强调民为邦本，
崇尚自强不息，希望包括台湾文化界人士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与我们一道坚决反独促统，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活动现场，嘉宾们还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京剧、昆曲等轮番上场，串起大家共同的情感连结。我的祖籍是福建的，福建金门人啊。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的笔记本上面有2行字啊，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当个诚诚实实的好学生。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中华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觉得谁都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抹去。同源、同文、同种，所有的文化精神是几千年一脉相传的。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十分热络，一批优秀视听作品在两岸热播，为增进两岸民众情感相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台湾同胞表示，希望用光影讲好两岸一家亲的故事，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我觉得会把两岸的这个老百姓之间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交流会更联系在一起。毕竟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同一脉的中华文化。我觉得透过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我觉得会让更多的全世界的人更了解，透过音乐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以及中华文化的非常好的一些文化的底蕴。那既然以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行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那以色列能够实现彻底消灭哈马斯与真主党的战略目标吗？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跟40年前通过5次中东战争打败阿拉伯国家联军一样，以色列想以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为契机，彻底打败由伊朗组建的中东什叶派抵抗之狐，尤其是彻底消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活跃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的民兵组织。不过，我认为眼下的以色列却难以如法炮制打败中东什叶派抵抗之狐，包括哈马斯与真主党在内的成建制的武装力量被打散或是被消灭之后，这些组织将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持续对以色列进行骚扰。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跟以色列打了5次中东战争的阿拉伯联军，都是由主权国家出面参与的。这些国家不仅要对国内的民众负责，要对自己国家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负责，还要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责。这些都意味着阿拉伯国家联军跟以色列的战争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这就这些阿拉伯国家最终选择跟以色列停战，甚至是握手言和、建交的原因。但是中东什叶派抵抗之狐的性质这完全不同，除了幕后支持起作用的伊朗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外，其余冲在前面跟以色列缠斗的都是一些地方性的武装组织。这些地方性的武装组织为了自己的政治与宗教理想，不仅不按常规的套路出牌，甚至可以不计后果、不要命的跟以色列缠斗下去。这些也就意味着解铃还须系铃人。以色列要想让中东什叶派抵抗之狐中的哈马斯与真主党等组织真正消停下来，其最终的钥匙还是掌握在幕后大老板伊朗的手上，或者说处理好跟伊朗的关系，才是以色列唯一的出路。